好了好了，马上就好了。娘娘，李玉公公来了，请他进来。奴才给皇贵妃娘娘请安。李玉，本宫正要去谢你呢。你为本宫偷天换日，是冒着死罪在救本宫。奴才为皇贵妃娘娘做事都是应该的，况且这事儿关系到索性的安危，奴才就算拼了命也要去做。听说索性回来了，奴才想来看看他。张宇斌正在医治索性呢，怕是一时半会儿你也见不到他。娘娘可否容奴才在这儿等候消息？自然可以。都是本宫连累了索性，本宫不会让索性白白受这个罪。索性是忠仆，他护着主，也是护着自己的一颗忠心。皇贵妃娘娘，李公公，索性如何了？灵芝已经伺候他睡下来，您就放心吧。从伤口看，索性被用过棍刑、鞭刑，伤口上被浇过辣椒水，所以脓化的厉害。这些都还能治。刚才您也看见了，他的左腿被上过夹棍，小腿骨被生生的夹断了。就算恢复了，以后也不能和正常人一样走路了。是嘉贵妃，嘉贵妃告诉过慎刑司的人，为求真相，不惜用重刑。索性只是一个弱女子，竟然会被折磨成这样。张玉斌，你就只管好好医治索性，要用什么药就该用什么药，旁的什么都不要想。是，微臣不会多想，除了治好索性。娘娘，微臣有一事相求。请说。不管索性以后如何，微臣都想求娶索性，照顾她一生一世。好，本宫没有看错你，索性也没有看错你。微臣忠义一人，不在乎她身体是否残缺。江玉斌，等本宫回了皇上，定会成全你们。谢娘娘。强太医，你要好好照顾索性。主儿，别担心了，朕叔不会有事儿的。主儿，该喝药了。什么安胎药？我怎么跟黄连一样苦？这药是专门治您的胎位不适。也不知道真叔怎么样了，进了慎刑司这么多天还没出来，母族也没个消息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主儿，您再喝点吧。把勺子拿走。
慢点儿。珠儿，姜太医，药熬好了。哎，姐姐，还是我来吧，有劳灵芝姑娘。好。这个时候，我知道你是依着父母心，但你别可怜我。我不会可怜人，我只是怜惜你。如意啊，昨日是中秋，这是个王府公侯家送来的节礼，你挑件自己喜欢的，其余的朕留下来赏人。这个合欢步摇倒是精致。好啊，合欢玉叶两相情好，来，朕替你簪上，再合适不过了。来。好看，好看，很是衬你。皇上，皇贵妃娘娘，慎刑司用刑下去，真叔一开始什么都不肯招供，倒是奴才询问了一些与他亲近的宫人，见过他藏了几张皇贵妃的灵帖，私下练字，才有迹可循，理出了这份供状。慎刑司迫使真叔用左手书写申冤，其中几个字与陷害皇贵妃的字迹十分相似，确是出自一人之手。那他还不招？慎刑司再用刑，真叔实在受不住，终于认了自己模仿皇贵妃字迹之事，但其他的事，他什么也不肯认，就连模仿皇贵妃字迹陷害之事，他也只说是自己看不惯皇贵妃跋扈，与嘉贵妃无关。跋扈？皇贵妃哪里跋扈了？这真叔一个人就可以做成这件事情吗？如意啊，你瞧瞧，这是真叔左手写的，字迹倒是有几分像你。确实相似。真叔是嘉贵妃的陪嫁，也是嘉贵妃在这宫里唯一的族人和亲信。若是这件事儿不是嘉贵妃主使的，臣妾也不相信啊。是，奴才问过了，真叔是医女出身，略懂医道，会写字，所以才成为嘉贵妃的陪嫁。嘉贵妃是个有心之人，留着这样的人在身边帮衬，确实大有益处啊。李煜，传旨6宫，嘉贵妃肆意妄为，不敬皇贵妃，将为嫔位，禁足于启祥宫思过。至于这真书嘛，他是御史来的，朕不便赐死，叫人送他回御史去。这，奴才这就去传旨。但嘉嫔娘娘禁足，她膝下的2位阿哥，送去协芳殿便是。这。金玉妍主仆心思很多，一个只是被降为嫔位，一个送回母国。
真是可惜了索性的那条腿。如意啊，朕知道索性受委屈了，只是朕此番是不要让你受任何的非议。此事不光是你的清白，唯有这样，你才可以成为朕的皇后。皇后？孝贤皇后离世之后，朕一直想许你皇后之位，朕不许任何的流言蜚语来撼动朕的皇后。皇上的心思，臣妾感念。只是臣妾以为，皇上是天下之尊，若皇上深信不疑，流言撼动不了臣妾。皇上的所为，说是让旁人相信，其实是让自己相信。皇上宁愿用索性的一条腿，来换取您的安心。来换取旁人对您所选的皇后的认同。如意啊，朕何尝不要人认同呢？你还记得吗？当年朕要你做朕的嫡福晋，上至皇阿玛、皇额娘，下至孝贤皇后，人人都不认可。朕不希望这件事情再发生第二回了。可那时候您是皇子，自然得遵父母之命。如今您是皇上，天下之尊。如意，朕不是昏君呐，朕不能为一个心爱的女人就什么都不顾了。这流言就像淤泥一般，越沾越多，便难以再洗清。朕是爱惜羽毛，也是为你好啊。这是朕的好意，你别再怨朕了，也不能再怨朕了，啊！即便朕有错，但朕是天子，这错也不是朕的本意啊。皇上，臣妾想为索性许一个好人家。太医院的江宇彬曾向臣妾求娶过索性，还请皇上成全。这索性啊，忠心可嘉，朕大可许他一个御前侍卫。这太医嘛，只怕这太医啊，对他的前程没什么帮助啊。江宇彬和索性是两情相悦。那好吧，朕就许了他们俩。臣妾替江宇彬和索性谢过皇上。如意啊，经过此事之后，没有人再会质疑你，朕会陪着你，一直走到皇后的宝座之上。皇上，臣妾的一切自由皇上安排。只是臣妾并无继后位之心。如意啊，在朕的心中，除了你，没有第二个皇后的人选。好吧，眼下最要紧的是治好索性的伤，安排好索性和江宇彬的婚事。至于立后之事，等到孝贤皇后丧期满之后，朕会在意。皇上思虑周全，臣妾感念皇上厚爱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放开我！给本宫站住！娘娘，嘉嫔娘娘，奴才奉旨带走2位阿哥。本宫到底做错了什么？皇上要让本宫母子分离？让您母子分离的不是皇上，是您自个儿。您好好保重身子，等龙胎一落地，也要立刻被送去协芳殿。再说了，就算您护得了阿哥们，您护得了真淑吗？真淑即刻就会被送回御史。您呐，好好的毕恭思过吧。主，嘉嫔娘娘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主，太医说您不能大悲大怒，龙胎要紧啊，主，要快！不会的，主，不会的，主，快
喝点药。本宫还怀着皇上的龙胎，主，皇上不会这么对我的。您喝点啊！真叔在哪儿？主，真叔，主，您不能去，主，让开，主，让开，让开，主，真叔，主，你们若敢拦我，今天我就一头碰死在这儿。真叔，其实啊，真叔不必急着回去的。这叶氏新王爷刚晋升王位没多久，就逼得王妃自裁了，已被皇上押解至京问责。如今已经入了京城，很快就会进宫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母族的消息，你居然自己不知道啊？主，不会的，怎么会这样？皇上，李煜，皇上，奴才在。怎么回事？回皇上的话，是嘉嫔娘娘在磕头。皇上，王爷行为有失，但请您饶了他吧，皇上，您饶了王爷吧，皇上。谁告诉他这些的？御史王爷已经进京，这事儿瞒不住了。怀着身孕，还如此这般发疯。如意，你以皇贵妃的身份告诉他，从此刻开始，她已不是嘉嫔，而是嘉贵人。要是再吵闹一次，便再降一等，直到废为庶人为止。